来报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MD 出品的3号大黄蜂啊！这家之前出了一个电影的擎天柱之后，第2款产品就来了003号。2呢？2到底是啥呀？这个好难受啊！我好想知道这个2到底是谁呀！太残暴了！盒子外包装就突出了一个节省预算，直接一个牛皮纸箱子，印着上面的编号。打开包装，里边的内容物就是这么多了。一个玩具的本体，2个翅膀已经插在了后背上边。这回会带2个手炮和替换的战斗头雕。这回不是面具，是直接给你扣了一个脑袋上去。来看一下细节，战斗头盔其实和30原版那不太一样，毕竟头上这里是没有 logo 的。而且吧，变漆的这个造型不同于大黄蜂外传那个奶嘴风可能会稍微可爱一些，这回的战斗头雕会更像昆虫黄蜂的那个样子啊。但是里边的刻画跟原版的区别不算太大，这2个小角角背后这里也有一些板件刻画的细节。眼睛是透明零件压了一层，里边是这种复眼的造型刻画，还算细致。左右手这回全部都是小臂直接插拔的臂炮，其实能看出来里边的板件细节做的还算精致啊。这一块的金属漆涂装也很漂亮，而且这里边伸出来的这种握着炮的那种手型感觉，炮口这个地方小的细节刻画也还很精致了，不算是很肉，而且并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水口。臂炮内置了灯光模组，电池什么的也都安装好了，可以看到周围一圈也有透明的零件。强力磁铁自己找一块啊，这个盒子里边并没有带，吸一下。第1档就是常亮，可以看到里边内径还有一些刻画，周围的一圈透明零件也会被隐约的光照亮，所以灯光的这个亮度还是很有层次感的。再吸一下。第2档是这种闪烁啊，滴滴滴滴，就有点像儿童玩具了。再吸一道啊，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呼吸灯，而是快闪模式，就比刚才的那个闪烁的频率更快了。第4档是关闭，眼睛尤其瞳孔里边的一些细节刻画，鼻子中间点缀的黄色，这些细节倒是不会缺失。奶嘴风嘴部的格栅，上边领子部位的细节管路以及纹理都是很清晰的。只是没有了脑门上边同样的汽车人 logo， 这颗脑袋里边也是有灯光模组的，吸一下，蓝色的眼睛照出来非常的亮，朦胧的，而且加了灯光以后，可以看到里边瞳孔的细节，层次感也更加的分明。耳朵和后脑勺的纹理刻画也不错，就像刚才说的，这一款身上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水口，做工方面还是可以的。后背脊椎的刻画，这里边的细节刻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在细节的管线上边还涂装了同色，轮毂有金属漆的涂装，轮胎做了泥泞的涂装效果，这块是可以稍微的旋转一下的。小翅膀开合的时候需要插进去啊，这根钢针还是很长的。车窗位置用了透明的零件，做的还是比较细腻的。车门里边的涂装也是一丝不苟啊，内饰的刻画。以及这块摇把和开关，再加上背包这一块的翅膀可以展开，就更像是大黄蜂动物的那个翅膀了。侧面这里有一个小的卡子，在合的时候注意这里的结合以及不要绊到。根部这里有着非常多段的可动关节，调整范围也相当可以。头部2段球形关节，脖领子这一块是一个套上去的零件，作为遮羞。胸口标志性的肌肉车头，以及层次错落出来的进气格栅，大灯里边也有竖着的一条一条的刻画，透明零件压进去的，只是可惜车灯这个地方并没有做灯光点亮的效果。领口这个位置，包括下方这里有一些小的细节涂装，做的还是比较细致的。肋部这里、腰部的一些涂装和纹理细节，包括圆润的装甲过渡这块都做得很好。腰部这里有非常多段的旋转弯腰，所以它的胸口下方和腰部是2段的旋转。弯腰的时候也是从这2块进行弯折，范围还是很大的。同时左右也可以做到大范围的摆胸。碍于角色的这个造型，弯腰的时候所谓这个龙虾背的脊椎刻画不会特别的明显，只会多出一节来。肩膀这里的活动范围也是双段的，里边这里也套了一个造型圈，
细节还是比较丰富的。合金的骨架这些都是没有省略的，肩胛这个地方双关节可以拉起来，包括这一块的细节纹理做的都是很精致的。肩膀拉开之后，这一段关节平举，阻碍的幅度就会小一些。大臂这里可以旋转，并且这个金属漆的涂装质感非常的高级。小臂左右也可以旋转，小心在这两块造型转的时候不要绊倒。可以看到中间的骨架依旧是合金的零件，手感阻尼还是非常舒服的，紧实程度也可以。小臂里边的细节刻画，该有的其实也能做到个原版的8、9成了。手指内部的纹理细节，甚至在指节的里边每一处都有细致的刻画。全指可动手，范围也是很大的。手腕左右旋转，这地方也是个球形关节，上下可以稍微的略调整一些。替换臂炮的时候，只需要直接拔除。胯部这里的造型，装甲这一回会更加的圆润。变漆的这个裙甲造型，我觉得还是比之前甲壳虫的那个做的好看一些的。而且在这里设计了双段关节，可以把这一块拉开。你在活动腿部的时候就不会干涉的特别严重了。侧踢也差不多就是个60、70度吧，并不能踢平啊，因为这里的转轴和腰部夹角会有一些干涉。前踢可以踢到很大的幅度，完全没有问题。后踢这里也不会影响到。大腿根左右旋转，里边的合金骨架包括一些细节做的也都很精彩的。膝盖弯折带着上边尖角的膝盖甲，有一个联动的效果。打开之后，这里边也是有一些细节的纹理，包括它每一个转轴在合金零件和塑料零件之间也是有一些垫片的尼龙阻尼，很舒适。脚丫子的刻画，中间这里边也是合金的轴，前后也有一定的幅度，来回的旋转，但是小心这一块装甲是不能动的，所以别绊倒了。鞋底子自洗出来的一些效果是有的，但并不太明显。脚尖轻微的可动范围，可以做出踮脚的姿势。外侧的这个轮子根部有双段的关节，可以上下稍微的调整一点幅度，而且这个轮毂和轮胎的这种泥泞效果做的也是非常细致真实的。所以 MD3号的这款大黄蜂在制作工艺方面，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并且之前第1款的时候，我就说那个擎天柱做的太新了，一点旧化都没有啊，就像刚从流水线上下来一样，太新了。而这次的大黄蜂呢，也是听劝啊，它加了一些旧化的细节。最关键的是，这次在关节上面做的非常舒适，不会出现特别紧或者特别松的情况，把玩起来的阻尼感相当的好，而且摆造型什么的也完全支撑得住。但毕竟它只是一款 KO 的产品，没有别的，就是追求一个性价比，价格便宜，掰起来过瘾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做工材质、用料这些东西也都信得过。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正版授权，没有汽车人的 logo。所以你想要收藏，或者说干脆就是那种等升值的朋友们，还是看一看正版。这款的受众人群就是追求性价比，买来掰着玩，坏了也不心疼的那种。那么得嘞，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